好，接着要来看到的是艺人炎亚纶晋升成了娱乐公司的创办人，他个人更是投资砸下了约有新台币1200万元，开拓娱乐事业的新版图，以及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台湾娱乐事业版图。艺人炎亚纶晋升成为娱乐公司创办人，要整合演员、制作、商务资源来行销台湾内容。首播启动制作的综艺，更找来韩国综艺《黑白大厨》的制作团队，在技术方面合作。所以接下来这个娱乐产业的2.0，它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影视剧的制作，而是一整条涵盖创作、涵盖技术、涵盖授权、涵盖艺人经济以及实体落地的完整体系。炎亚纶透露，最辛苦就是拉投资，他也亲自走访包括传产、电子科技等产业，更笑说会使用 AI 工具来做提案。预估起来，我们本来拉3年的计划，至少要1.6亿台币这样子。那我是用转子资本投的，加总起来大概是40万美金左右。携手影视产业人员共同成立公司，炎亚纶自己也砸下约新台币1200万，而变成娱乐公司老板的他，也被问到近期电视台副总儿子龚艺庭、演员江祖平的案件。那我不要去讲别人好了，我是讲自己希望的工作环境，未来可能会希望公司里面会有一个諮商的一套体系，然后让不管是男生女生。各种人，你只要心里有垃圾，或是遇到困难，你都可以去寻求这样的帮助。炎亚纶表示，盼设立公司分支外独立运作的諮商系统，日常也希望能和公司员工保持透明和流畅的沟通。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霖、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我看到中国大陆，我看到韩国，我看到甚至泰国，甚至这个当然欧美就不用讲，他们所有的项目都有完善的变现机制。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不管是他们的市场大小，我觉得不再是有借口说台湾的市场太小了啦，只是我觉得作为以前创作者的我们，都活在舒适圈，没有去想，我拍这个东西怎么帮投资人变现，帮投资人变现好像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帮自己也变现，不然自己永远就会很穷嘛。所以，遇到好几个伙伴都有一样的想法，当然这件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发生。如果一个作品成功变现，让大家看到成功的案例了，我们就有下一个作品，我们甚至有别人很珍惜的 IP 愿意让我们来操作。那我觉得先不用说到改变台湾的环境，而是我们就有越来越多好玩的作品可以发生，然后也可以改变一点点，从我开始这样子，大约是这样。这个同时我也在跟炎亚纶聊天嘛，就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什么事情让台湾也可以这样？对啊。然后梦就听说我一连串的计划，就很爱跟他聊天，他就说那他也想加入台湾这个项目的共同制作。那我当然是开心到不行。当我跟文策院讲，文策院当然也开心到不行。这算是某种祖坟冒青烟吗？算了，有回去看一下吗？有没有在冒青烟？开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台韩文化上的差异交流跟美食进来？好，这部分怎么克服跟交流？台韩文化的差异就是，我觉得能到他这个等级，他就一直说为什么你要找那么多有名的明星啦？因为我们台湾的综艺的训练就是你项目出来你要有大咖嘛。现在没办法透露名单，但是真的怎么找了蛮多的亚洲的顶级的一些大咖。这里就有我的辛酸史了。有你的辛酸史，就是因为我有负责这一块，我要去联络韩国的大咖们。对，哇，真的是很花时间他们非常。大概有谁？这个就是你会透露一两个，我真的没办法透露，但一定是这20年来亚洲都知名的这种，这是一线。然后他目前也没有参加过台湾的综艺，对。然后有一个可能是女团会当，你这样讲你就女团里面的其中一位。对，就是现在最大势的几个女团里面的其中一位。有 Twice 吗？后续公布了。我一定会跟他，因为我们会把这些都谈定之后，我们再
做一场。对，都还在那个意向的阶段。对，才回复是等了多久？其实这个过程是这样，大概等半年哦，差不多。因为他们是这样，你跟韩方的经纪人聊，哦，他就会说韩国以外的业务，请你跟美国的经纪人聊。对，然后美国的经纪人研判一下，就说，那我跟韩方的经纪人讨论。但我觉得这个好处是，哇，逼着我现在要开始上英文课，因为我发现我的词句已经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沟通了，所以我特别请了好像 Fox 里面的福斯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有经常帮福斯做国际的对接的对谈，所以刚好他可以用他的商业用语来教我这样子。对，我觉得哇，真的是活到年轻学到年轻学到了。刚刚好像题目是说台韩文化的差别嘛，反正就是他们建议我不用发这些明星啦。他说他的黑白大厨就是2个厨师，最大的明星是白种人。但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一个厨师啊。对。我说你干嘛？你这样，你为什么要发那么多大咖？这样。我在想说，好像是另外一条思路啊。对他也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说，你看《体能之巅》，主持人是一块 LED。哦，对，还有那个恋爱节目主持人是那个是一个类 Siri 的对答系统。对。当然，我觉得要符合台湾本地观众，然后我们也要了解韩国人他们先进的制作思维是完全的专业导向，食物就要找厨师，但台湾的观众喜欢看一些有名的大咖，所以这就是我跟Mo讨论中最大的摩擦啦，不是摩擦，讨论中最大的对没有摩擦的讨论，不同的意见，然后我请2位股东，好吧，那个季哥跟江，你用的字都好那个生冷哦。对嘛？对，股东。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要上车啊？上这条船？怎样？这条船怎么了？这条船，对。然后顺便也讲一下你们的作品。OK。跟哈利一样，就是他开口就很难，不是啦。我没有 PUA 大家吧？真的跟亚伦或者是阿布，我们其实真的认识很久，然后真的也看了很多东西，然后也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决定要不要上车，就是很自然的，因为就像他刚刚讲的，他会不断的提出一些很奇怪的疑问，然后来问我其实在我拍戏的生涯里面，这是第一次有演员关心我们这部剧，甚至是我其他的剧后面的销售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之前的演员当然我们的收视率如何啊什么，这是重点，但是他还会再去问，那你们销售怎么样？能怎么样帮忙？我们能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既然他问，反正我就都老实跟他讲，这样。讲着，突然有一天，他有这样子的想法，突然蹦出来，就是要不要一起来做？我们都是他讲的说，我都是找了一群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一点我非常相信。就是跟他在一起久了，了解他的为人之后，我也非常的相信他所能相信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毋庸置疑。所以好啊，就莫名其妙的就上车上船，就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环境现在蛮辛苦的，因为很多人在支持这个文创产业的时候呢，都会被说服说你就当做是一个行销费用啦，然后你不要去期待 return。但是久而久之，其实我在这10年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少人愿意把他们手上的资金来去支持这个产业这样子。那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太相信 sign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帮忙，就奉献自己一点这样子。我当然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但是至少尽一份力量，对吧？因为很多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然后从这边开始，我一路上结识了江导，一起拍《我愿意》，然后一起跟哈利合拍这个 Netflix 里面的《为你唱情歌》。我觉得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那他们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地方，也许是你怎么在线下做变现，怎么样让这些回收能够让投资人有感，然后让投资人愿意再支持这个产业，这是我觉得
这5年来最辛苦沟通的一件事情吧。哇！其实大浪预估起来，我们本来拉3年的计划，至少要1.6亿台币这样子。那我是用转子资本投的。那其实我在最辛苦的地方其实是就是跟投资人募资这样子。那每一种投资人也都讲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才会说我跟很多产业的人都有沟通过，有台中无锡海线的船产业的。然后有电子科技业的，然后我也会去请益，比如说像微软的现在的副总，然后或甚至是现在台湾大哥大里面比较 to C 的 customer 这边的 service 的，到底怎么样的体验对于观众来说会有新的一层感受？因为现在的科技其实还没有办法把，比如说之前邓丽君这样的浮空投影技术。真实的让观众透过 advice 去看，那其实它最终呈现的话会是一刀切。我用观赏用的时候是一个技术，但是我现场是另外一个技术，所以目前为止这个科技还没有真的完全可以让观众有我有进一步的感觉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必须要去问才会知道。我自己当然是我自己是原始投资人嘛，所以我在普通股里面有投了一些钱，然后我自己也有在特别股里面。加总起来大概是40万美金左右。综艺是王国的餐桌，它是跟 Mo 就是韩国制作人一起共事，黑白大叔的。对，然后我们确定可以参加的主持人是其中一位是梁金伦主厨，然后这是王国的餐桌，梁金伦主厨 Elvin 对。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恋综呢，是现在都是新人，然后他会衍生出 BL 或是 B 区，就是恋爱的剧这样子。然后刚刚讲到的树是一个玄学的影集，那这个影集里面呢，我们有意向的演员，我们也正在邀请，然后我也会把其中一个角色给我自己的艺人，叫李玉玺。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一拍即合，里面有一个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幸运的角色。对，当他在上面开始致辞的时候，他一下来我就拍他说：“你终于变成真的 CEO 了。”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当初我跟亚伦我们在三立的时候的戏了，他演了我好几档 CEO。对，这些都是假的，但是现在真的变成 CEO。你那个算是 EMBA， 先训练我变成 CEO。是这样子吗？对，爱上两个我，后菜鸟时代，对，然后还有就像你爱上我，对，3部都是 CEO。就是嗯。